晚上11点，丈夫上床，照例和我晚安吻。我莫名觉得哪里有点不对，咂摸半天，他晚上刮了胡子。刮胡子怎么了？还不许人家刮胡子了？闺蜜乐乐不以为然，她从来没有晚上刮过胡子。也许人家晚上有应酬呢。我摇头。秦慎晚上不参加任何应酬，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。他每天7点准时到家，11点上床睡觉，比庙里的和尚还按部就班。那所有人还知道他爱老婆爱到骨子里，为了老婆差点连命都不要。乐乐有些无语，拧着眉看我。江离，你不会再怀疑什么吧？我一怔，失笑。那倒不是。正说着，秦慎的电话来了。阿离，陈妈说你胃口不好，只喝了半碗汤，我让助理送了几个你爱吃的私家菜回去，吃完先活动活动，再睡午觉，晚上我带你去看音乐剧。电话里他口气温柔耐心，像在哄一个小孩子。乐乐听得边叹边摇头。我要把这录音放出去，打死也没人相信这是冷阎王大佬秦慎，不怪乎他这么说。毕竟秦慎在外面一向是杀伐果断、冷厉疏离的形象，外人只知他爱妻宠妻，却不知如何爱法宠法。我和秦慎相识10年，夫妻5年，这种温柔体贴、细致周到的一面，他只对我所有的喜好，包括爱吃什么、爱看什么，什么时候心情好，什么时候容易闹小情绪，喜欢哪个牌子包包，中意哪个设计师的首饰，他都了如指掌，入心入肺。有一回，我嫌他管我太多，闹脾气，离家出走，找了个酒店睡了一晚。回来时，见他憔悴无助地坐在沙发上，一夜没睡。见到我的刹那，他冲过来紧紧抱住我，颤声说：“我错了，阿离，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。”去年我们去古镇旅游，民宿突然失火，给我买夜宵回来的秦慎疯了似的往里面冲，5、6个人都没拉住。我从另一间屋子出来，慌张喊他，他才猩红着眼冲出来，身上已经着了火。他因此额头上留了块烧伤的疤，我每次看到又心疼又难过，但他笑着说，这是身为江离丈夫的勋章。秦慎爱我，对我而言，这是比朝阳从东边升起，夕阳从西边坠落更确定的事。当然，我也爱他，所以对于他突然晚上刮胡子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我一下子就察觉出来了。我是巨蟹座，天生敏感，又遗传了妈妈爱较真、易内耗的性格。生活里任何一点脱离日常秩序的变化，都容易让我不安。晚上刮胡子大概率是为了应酬，因为我晚上没有吃饭的习惯。秦慎一般在外面固定几家私房菜馆吃完回来，从不外出参加酒局饭局。那么现在，以秦慎如今的实力和地位，什么情况会让他打破这个惯例呢？难道公司出了什么事，他怕我担心，所以瞒着我？我决定去他公司看看。没事固然好，如果有事，我不想让秦慎一个人面对。我给张晓打了个电话，他是公司财务总监，也是我大学4年的室友。当年他家欠债走投无路时，是我借钱给他，并把他介绍进了秦慎公司。张晓几乎是跑着下来迎接的我。一阵亲热后，他乐呵呵拉我上电梯。江离，你来的太少了，公司上下都盼着你来。秦总每天冷冰冰，只有你来心情好时，我们的日子才好过点。我忍俊不禁，笑着问，公司最近有什么事吗？有啊，有大事。什么？我脚步顿了一下。公司业绩翻番，员工奖金翻番，算不算大事？张晓一脸喜气，他生活多坎坷，却始终乐观热情，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他、愿意帮他的原因。秦慎在开会，张晓陪我去他办公室等。路过总经办时，我看见里面坐着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孩，都是生面孔。我心中莫名想，难道秦慎时为了他们其中一个，开始注意形象？这个念头的冒出，让我瞬间一惊。旋即斥自己，瞎想什么呢？那可是秦慎，当年他公司主办选美大赛，多少人间尤物因艳艳环绕，他片叶不沾身，半点绯闻也没传出。现在那些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？张晓问。我抿了抿唇，还是没忍住。秦慎招新助理了。张晓想了一下，没招助理呀。哦，你说那帮女孩子，公司业务扩大，多了不少外联工作。秦总为了能按时回家，就让人组建了一个公关团队。他笑眯眯歪头看我，打趣说，江离，你可是顶级美女级别，校花中的校花，还在意这个？我无奈，对，被你看出来了。张晓搂住我的肩，哈哈笑道，你爱胡思乱想的性子，8辈子都改不了了。放心，他们专门负责对外应酬，秦总可从不找他们。张晓走后，我坐在秦慎的办公椅上，看着桌上摆着的一列我的照片叹气。所以公司没事，也不是取悦某个异性。人家刮胡子，或许是试试新的刮胡刀，或许纯粹是心血来潮。唉，乐乐和张晓早就一针见血地说过我，要不是找了秦慎这么个完美老公，每天这么强迫症，自己都把自己累死。我果然是敏感圣体，天选内耗人格。咚咚，一个女人低头送茶进来，她的腰弯得很低，恭恭敬敬把杯子放下，小声说，秦夫人，您有需要随时喊我。我怔了怔，这个女人叫林锦，是秦慎的秘书。我没想到的是，她竟然还在秦慎身边。几年前的一天，秦慎下班回来，面色灰暗阴沉。我很快察觉到他情绪不对，问什么事。他坐在沙发上，沉默很久很久，
艰涩开口说遇到当年肇事者的家人了。秦慎18岁那年，父母开车等红灯时被一辆酒驾车恶性追尾，2辆车3个人均当场丧命。林锦就是那个醉驾司机的女儿。秦慎发现这件事时，林锦已经应聘为他秘书3个月了。他眼眶通红，双手发颤。阿离，怎么办？我知道他也无辜，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想要找他算账。我甚至有想掐死他的念头。我抱着他柔声安慰，都过去了，你不用强迫自己面对，不想看见就不用他。那天我第一次见他像个无助的孩子，紧紧抱着我，不愿松开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小心翼翼问起这件事，他神色如常。我把他调到别的楼层了。我有些担心，为什么不直接解聘？这样你没事吗？他显得很平静。你说的对，我不能总让自己活在过去，就把他的存在当作磨砺心性的磨刀石好了。放心，我没事。后来我偶尔去公司，没再见过林锦，也没再听秦慎提起过这件事，心想他已经妥善解决这个心结了。没想到今天在秦慎办公室，竟然又看见了林锦。我记得秦慎的秘书不是你。林锦拘谨地笑了一下，沈秘书休产假了，我们后勤部几个人轮流替岗一段时间，辛苦了。我笑着点头。林锦不算漂亮，她个子不高，身材瘦削，五官寻常，打扮也很普通，说话看人总给人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，就像一只柔弱的毫无攻击力的兔子。她弯腰向我鞠躬，小声说：“秦夫人，没什么事，我先出去了。”低头刹那，我瞥见她脖子上有几处明显的红色印记，像吻痕。秦慎开会回来，一贯的西装白衬显得身姿提拔，利落英朗。他颀长的身躯倚在门口，也不进来，只看着我笑。总算你也有主动来公司看我的时候了。我走过去抱他，那我以后常来。你们全公司好像都很欢迎我哦。他揉了下我的头发，没好气，主要是我，你管他们干什么？我斟酌着开口，刚才是林锦给我送的茶。他默了一霎，低低嗯了声。他这段时间兼任秘书工作，阿离，不用担心，我早就能正确面对这件事了。我仰头看他，柔声说：“妈妈当初就说你有定力，有韧性，一定会战胜一切困难。秦慎，你现在这么厉害，公司也管理得很好，他果然没看错你。”他好看的眉眼垂着看我，双眸静静与我对视，好一会，低头亲吻我额头。阿离，那是因为有你。1周后，我看画展回来，路过公司，突发奇想，买了些下午茶点去看他。前台微笑跟我打招呼，我朝他眨了眨眼，说要给秦总一个惊喜。到董事长办公室，我敲门，里面传来秦慎冷厉的声音：“我说过别打扰我。”我笑着说：“秦慎，是我啦。”滴答，里面遥控电子锁开启，我推门进去，屋里窗帘垂了下来，光线有些暗。秦慎坐在硕大的办公桌后，面带笑意看着我：“阿离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我撅嘴：“我来给你送下午茶呀，可你刚才好凶哦。”休息10分钟。他对着电脑说了句，随后拿下蓝牙耳塞，疲惫地捏了捏鼻梁，笑道：“我在开视频会，不知道是你。”我用气声问：“还在开？”“我闭麦了。”他弯起眉眼冲我笑：“再怎么忙，吃老婆送的点心还是有时间的。”他摄像头还开着，我便不过去，就在他办公桌对面坐下。这么辛苦，老婆大人就勉为其难亲自喂你吧。我打开蛋糕盒，用叉子切了块送过去。他笑吟吟，身子靠前，张嘴来接。忽然，他眉头微蹙，喉间溢出一声闷哼。“怎么啦？”我举着蛋糕问。他眯了眯眼，含住蛋糕吃了。过了几秒，压抑着嗓音说：“没事，可能太累了，刚有点目眩。”我心疼地看着他。“那我不打扰你了，你一会还要接着开会，赶紧休息一下。”他抿唇，露出些许歉意：“你下次来提前告诉我，我把时间空出来。”嗓音里含了一丝哑。我推门出去时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秦慎靠在椅背上，头稍稍后仰，阳光透过窗帘缝隙堪堪照着他胸膛上，光影上下起伏。走到电梯间时，我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，又转身回去。刚走到拐角，见秦慎办公室门打开，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。他左右望时，我看清了他的脸，是林锦。还是普通妆容，普通打扮，还是看上去莫名柔弱的模样。唯一有点突兀的是，他嘴上的口红似乎花了，唇边晕开了淡淡一圈。我凝住没动，从出来到电梯间到又转身回来，时间没超过1分钟。林锦是什么时候进去的呢？正好在这短短的1分钟时间里。还是我脑子闪过秦慎那张办公桌，很大，大到足够在里面藏下一个人。下午5点，我看着林锦从大厦出来，往停车场走。他个子不高，开的竟然是一辆大吉普。我开车一路跟着，10分钟后，看着他的车进了一个小区。这是个别墅小区，安静优美。我略有些惊讶，林锦只是一个普通后勤，没想到竟然这么深藏不露。我开的是卡宴，门岗对我说来看朋友的说辞并没太深究，抬起门杆让我进了。很快看到了林锦那辆大吉普停着的门口，我远远停在路旁，看着他家的房子发愣。我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干什么，甚至没想好跟着林锦的目的是什么。
或许是因为他脖子后面的那一抹红痕，或许是因为他莫名花了的口红。总之，性格使然强迫症习惯性胡思乱想，身体控制了大脑。我有些沮丧，有些愧意，还有些自厌。坐了会，正准备离开，忽然我看见一辆车徐徐驶来，一辆我再熟悉不过的车子，秦慎的黑色库里南。有那么一刹那，我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瞬间凝固住了，全身动弹不得。库里南静静停在林锦家的门口，车门没开，也没人下来。我颤抖着拿起手机，拨通了秦慎电话，几乎只响了1秒，温和的声音就传来过来：“阿离，什么事？”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缓声说：“秦慎，你还在公司忙吗？不舒服，今天就早点回家吧。”秦慎笑了下：“我现在在外面，刚下班没一会，有个大领导临时要看个项目方案，我正带人过去面谈。”“带谁呀？”我慢慢问。“林秘书。”透过车窗望过去，林锦正开门出来，手里拿着份文件，匆匆忙忙上了秦慎的车。秦慎的电话没断，仍耐心说着：“我今天可能就是累着了，没事的。”“阿离，林秘书上车了，我现在准备出发，别担心，7点能到家。”挂了电话，我轻轻吁了口长气。他态度坦荡，毫无隐瞒，所以只是凑巧。凑巧大领导下班后打电话，凑巧是林锦当他秘书，凑巧碰上我今天这么离谱的行为。平复下来，我看着库里南缓缓驶离，绕过花坛，从正门口开了出去。我发动车子，也准备走时，忽然一凝。库里南出去时，大门是自动抬杆。我缓缓转头，看向林锦的别墅。这是栋美丽雅致的3层小楼，楼上窗户透出温馨的粉色窗帘，阳台上摆着一排绿意盎然的小盆栽，看得出主人花了心思精心打理。我将坐在车里，像一座凝固的雕像。10分钟后，我下车，走到别墅门口，门上是密码锁。鬼使神差的，我按了一个数字960703，我的生日。滴答，锁开了。我有刹那不真实的感觉，仿佛眼前的一切是虚幻的，是假的。蓦然抬手，掐了下自己的脸，疼，不是梦。闭了闭眼，推门进去，我愣住了。原以为会看到一个温馨的生活场景，可眼前出现的却是一个格格不入的房间。垂得很低的水晶灯，整面红木幕墙，大幅油画几套高背桌椅，不像客厅，倒像是间奢华典雅的餐厅。我站在门口，静静看了一会，心慢慢下沉。这个地方我见过，有几次我给秦慎打视频，恰好是他晚餐时间，身后的背景便是这间餐厅的样子。莫名的，我轻轻笑了起来。寂静的房子里，笑声荡出一丝荒诞。徐徐扫视，洗手间的门敞着，我一眼瞥见了件熟悉的东西。上个月立冬，我送了条红色的围巾给秦慎，围巾是我跟着视频一点点学着亲手织的，花了半个月的时间。现在那条红色的围巾绑在马桶盖上，一节垂下来，当成了主人的马桶盖拉手。我上了2楼，走进主卧，入目一张偌大的双人床，比普通尺寸大很多，像是特意定制。枕头上随意搭着一件黑色镂空睡裙，极致诱惑。衣帽间，一柜子的男士衣服、西装、衬衫、睡衣，都是秦慎的风格。卫生间，男女配对的牙刷、浴巾、剃胡刀。我拿起剃胡刀，缝隙里还有残余的胡渣。周遭安静极了，时间流速放缓，世界似乎正在凝固。我被凝在一团粘稠物质中，无法动弹，无法呼吸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楼梯上传来脚步声，说话的声音也传了过来。女人问：“你真的不吃饭了？”男人答：“我洗个澡就走，7点要回家。”我忽然害怕极了，下意识不想看见即将证实的真相，我慌乱地冲到阳台上，贴着墙角蹲下。阳台玻璃柜门上却清晰地映出了2个人的脸：秦慎、林锦。我紧紧抱住自己发抖的身体。秦慎在慢条斯理脱大衣、西装、手表，林锦在一旁站着，柔声开口：“要不今天晚些回去？”秦慎面无表情，动作未停。林锦接着说：“正好你今天跟他说了，领导临时有事，这个机会难得，你越界了。”秦慎冷冷的声音响起。林锦咬着唇，沉默片刻，轻声说：“可你今天不是很喜欢？”秦慎解衬衣扣子的手停了下来，他垂眼望着他，没作声。林锦的手顺着衬衫慢慢伸了进去，向下。他在那会儿，你没尽兴吧？要不要？尽兴了再洗。卧室里传来喘息和低吟时，天空悠然飘起了雪花。这是今冬的第1场雪。我看迷了眼，仿佛自己被那片灰蒙蒙吸住，无限上升。此时此刻，我竟不敢冲进去对峙，害怕恶心，害怕看见让我在往后生命中一想起来就恶心至极的场景。我甚至没有力气下楼离开。妈妈临死前曾叹息说，我继承了她的敏感多虑，却没继承她的雷厉风行。好在秦慎是个缜密周全的，有他护着，我亦可一事无忧。妈妈看透了我，看错了秦慎。雪花洋洋洒洒，给世界蒙上一层浅浅的白。林锦走出来，穿着睡裙，一副慵懒餍足的模样。楼梯上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，
一个中年女人牵着个3岁左右的小男孩走了上来。妈妈阿姨送程程回家了，小男孩甜甜地喊。林锦笑着过去抱他。此时卧室门打开，秦慎洗完澡，穿了身一模一样的衣服走了出来。小男孩眨着圆圆的眼睛，高兴地叫爸爸。秦慎走到小男孩身边，微笑俯身摸了摸男孩的脸，一张跟他相似度极高的脸。小男孩叽叽喳喳向他诉说幼儿园发生的事，林锦在一旁温柔地笑着。任谁都会说这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人。小男孩说的兴起时要去抱秦慎，秦慎退后一步避开，温言斥责程程，你又忘了。程程委屈地撅嘴，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能抱自己的爸爸，我就不能？我已经不喝奶了，身上没有奶味了。秦慎淡淡看了眼林锦，林锦忙上前一步轻哄，爸爸晚上要上班，很辛苦，程程不要闹。为什么爸爸每天晚上都要上班？林锦沉默了一下，转头低声问，非要走吗？不能破例一次。秦慎的脸沉了下来，以后他来公司的时候，你立刻离开大厦，你再出现在他面前一次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后果你知道的。他冷声说完，看了看手表，穿上大衣大步走了。几分钟后，趁客厅没人时，我疾步冲出那幢房子。我机械地开着车在路上疾驰，雪花像利剑般朝我砸过来，砸在车玻璃上，融合成一道道蜿蜒水迹。10年前也是这么个下雪的天，18岁的我坐在车后座窝，在妈妈怀里撒娇时，遇见了在大雪中冻得瑟瑟发抖的秦慎。车子打滑，撞翻了他卖手套的摊子。司机下去道歉，他抿着嘴摇头说没事，弯下纤薄身躯，用冻得红肿的手默默收拾。明明卖的是手套，他却没舍得自己戴上一副。我按下车窗，笑盈盈问，手套多少钱一副啊？他直起身，黑亮的眸子望着我，怔了2秒，低声说，女士8块，男士10块。我歪头，那个要一副，你帮我挑。他挑了一副粉色，一副黑色递给我。我接过粉色手套扬了扬，弯起笑眼，男士那副送给你啦。车子开走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贫穷孤单的少年直直立在路边，凝望车的方向，像一棵雪中孤傲的修竹。后来我们在大学重逢，再后来妈妈看中了他，决定对他资助培养，将我们俩送去了国外精英学校。我们结婚5年，那个小男孩大概3岁，也就是说结婚1年后，林锦怀了孕。离他第一次跟我提起林锦不过半年，离妈妈去世不过2-3个月。我紧紧握着方向盘，像个孩子般放声大哭起来。28岁之前，我一路顺遂，漂亮，富足，人缘好，人人都说我是美丽心善的好姑娘。父母虽离异，却是和平分开，董事长妈妈和学者爸爸都给我了足够丰盛饱满的爱。结婚后，秦慎爱我宠我，每个眼神每个动作都透着明晃晃的宠溺和偏爱。我有多囊综合征，医生说受孕困难，我难过的要命，秦慎却毫不在意，开玩笑说以后江离只能依靠秦慎一个人了。他明明将我看得比他生命还重要。可原来与此同时，在我还沉浸母亲去世的悲伤难过中，在我无比信任他、依赖他、已然离不开他时，他和林锦上了床。我不理解，我真的不理解，这个世界仿佛骤然间向我露出獠牙，猝不及防揭开了黑暗的另一面。我整个人被笼罩在复杂的情绪中，震惊、愤怒、惶恐、害怕。妈妈，我该怎么做？我抽泣着低喃。砰！一股猛烈的撞击骤然袭来，世界颠倒旋转，我被甩出了车外。我摔在地上，静静仰望天空，雪花似终于变得轻盈，一片一片，晃晃悠悠坠入我眼中。再次睁开眼时，我发现自己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耳边传来尖叫。乐乐满脸激动地冲过来，抱着我就哭。阿离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昏迷了18天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再不醒，秦慎就要死你前面了。我虚弱低喃，秦慎。乐乐连声安慰我，在的在的，医生刚把他赶回去睡觉。哎，你一会看见他就知道了，你这场车祸可把人家折磨惨了。医生给我检查身体时，乐乐在我耳边一直说不停。我在 ICU 抢救了3天，秦慎在门口守了3天，粒米未进，一步也没离开医院。我终于被推出来时，他咚一声直挺挺后仰倒下，吓坏了所有人。接下来昏迷的半个月，他日夜守在我床边，默然静坐，日渐憔悴。他唯一离开医院的一天，去了常山的寺庙。有路人拍下了他，传在网上，我给你看。乐乐点开手机，凑到我面前。大雪庙前，秦慎直直跪在雪地里，他低垂着头，身上裹了厚厚的雪，却一动不动，宛如一尊绝望又固执的冰封雪人。视频的标题是什么样的虔诚，让他在大雪中跪了几个小时。乐乐声音含了一丝哽咽。阿离，他真是爱惨你了，我好羡慕你们的感情。我转头看向窗外的天空，灰暗阴沉，模糊不清。我轻轻闭上了眼。秦慎气喘吁吁出现在门口时，我第一眼竟没认出来。他看上去憔悴疲惫，一向明亮有神的眼睛深凹了进去，至少瘦了10来斤。他怔怔地走进来，小心翼翼伸手摸了摸我的脸，我的眼似乎不敢置信。阿离，你醒了？我不是做梦对吗？他
他眼眶通红，嗓音颤抖得厉害。我默然不语，静静看着他。秦慎在我床前蹲下，哽咽着说：“别怕，阿离，那些伤都会好起来的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”他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虽然醒了，我仍只能虚弱地躺在床上。秦慎亲力亲为地照顾着我，每天耐心地喂我喝水，认真帮我擦拭，计算我每天的换药时间，牢记每一种药的名字。晚上，他轻轻搂着我，语气温柔的，仿佛要化开。阿离，是我没把你保护好，我以后也不吃晚饭了，一下班就回家陪你好不好？你知道我在 ICU 外面时在想什么吗？还是不要告诉你，你最容易多愁善感，会吓着你的。阿离，你永远都不能离开我，记住了吗？医生和护士都唏嘘感慨，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深情体贴的丈夫。乐乐信誓旦旦说以后找老公就以秦慎为模板。我慢慢能进食，慢慢能下床，只是情绪消沉，整天不发一言。秦慎反过来安慰我说这是创伤综合征，不想说话就不说，有他在，我什么都不用管。我像只把自己封闭起来，独自舔舐伤口的小兽，在日复一日中慢慢等待，等待身心痊愈。那天，秦慎正低头认真削苹果时，我一抬眼看见了林锦站在门口。我与他隔着秦慎静静对视，林锦一改以往战战兢兢的模样，目光直直注视着我。林秘书来了。我歪头慢慢吐出这几个字。秦慎垂着眼，泰然自若地削完最后一圈，将苹果递给我，才不慌不忙转过头去，蹙眉问林秘书，文件不是都电子签完了吗？林锦走进来，神情怯怯，财务有份重要的文件需要您手签。秦慎沉着眉，没作声。我淡淡开口，财务文件为什么是你送呢？林锦看了眼秦慎，嗓音里溢出些委屈。我马上要离职，手里没那么多事，就替财务同事跑一趟。离职？我咬了口苹果，转头问秦慎，林秘书不干了？秦慎用抽纸慢慢擦着沾了汁液的手，露出好笑的神情。我堂堂董事长，怎么清楚底下这些无关紧要的事？林锦眼睫一颤，忽然红了眼。秦夫人，也不怕您笑话，是我孩子的爸爸想让我们出国，他……好了。秦慎起身打断了林锦的话，我妻子需要休息，不能被打扰，出去签吧。两人出去1分钟后，我下了床，走到拐角，就听见电梯间后侧林锦带着哭腔的嗓音隐隐传来。我悄无声息走了过去。程程已经1个月没见你了，他很想你，每天问爸爸为什么不回家。我已经答应你出国了，今晚就陪程程过一次生日吧。他是个可怜的孩子，从小没被爸爸抱过。我们也需要一个正式的告别，不是吗？阿慎，林锦仰头看着秦慎，渲然欲泣，无助又可怜。秦慎颀长的身影笔直站着，我自始至终没有听见他的声音。秦慎回病房时是和医生说笑着进来的，他神情愉悦，握着我的手说：“阿离，医生说你这2天就可以出院了，太好了，你总算熬过来了。”我点头，认真地说：“我总算熬过来了。”他似想起什么，不经意说：“哦，林秘书送来的那份文件有点问题，下午我回公司处理一下，很快就回来。”我抬眸看着他，多久啊？舍不得我离开是吗？他笑了，放心，7点前能回来。我缓缓闭上了眼睛，轻声说：“好。”下午5点，我办完了出院手续。护士们很惊讶，这么重要的时候，您先生居然不在。我朝他们微笑，没关系，我自己一样可以。下午6点，我打了辆出租车，来到那个别墅小区。门岗小伙子还记得我，客气寒暄：“您又来看朋友啊？”我点头，能不能麻烦开个门？当然。6点10分，我站在林锦家门口，手机震了一下，秦慎发来条信息：“阿离，晚上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带回去。”我面无表情关上手机，输入密码。滴答，门开了。屋内3人正围坐在餐桌前，桌上摆着生日蛋糕，林锦满脸笑意地唱着生日歌，在给程程戴生日帽。秦慎背对着我，低头在看手机。生日蛋糕吧。歌声中，我慢慢吐出几个字。林锦的歌声戛然而止，他转头看我，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。秦慎的背影没动，明明姿势没有变化，却仿佛蓦地变得僵直凝固。阿姨，你是我爸爸妈妈的朋友吗？你也是来祝我生日快乐的吗？程程小脸红扑扑，天真稚嫩的嗓音响起。我浅笑点头，是的，阿姨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阿姨，我能先和你爸爸说一句话吗？可以。我一步一步走上前，走到秦慎身边，垂眼看着他。秦慎坐在那里，侧脸绷得紧直，捏着手机的指骨泛白，一动不动。抱歉，我也不想打扰你们一家3口的愉快时光，可有份文件需要你手签一下。我把手中文件轻置在桌上，扉页上赫然几个黑体大字：离婚协议。秦慎整个人开始微微发颤，却始终没抬起头看我。尽快签好吧，秦总。超过3天我就去法院起诉，你是政府合作单位，应该不想看到这样的局面。我转身看林锦，他眼睛睁得极大，惶然、畏怯，似乎还有隐隐的得意和兴奋。我低笑了声：林锦，
你成功了，这个男人我送给你了，你们别让我失望，可一定要绑死啊！我说完，回身准备走，始终垂着头的秦慎蓦地攥住我的手，声音抖得厉害。阿离，我抽出自己的手，冷冷道：别碰我。在医院躺着的那些日子，我想清楚了很多事，生死面前都是擦伤。未经此劫前，我敏感不安，面对背叛，痛苦犹疑，甚至连直面的勇气也没有。经历此劫后，我明白了，这世间没有什么事比好好活着更重要。活着，好好活着，意味着坦然接受生命里的无常，意味着面对欺骗背叛，面对人生至暗时刻，也能慢慢站起，慢慢强大。离婚协议是我趁秦慎不在时找律师协商拟定。秦慎创业初始的天使轮资金是妈妈投的，占了公司30%的股份。妈妈的投资眼光向来很毒，秦慎的商业才能绝佳。当年的200万，如今增值100倍，足够我衣食无忧一辈子。其他的，房子、首饰、包包，秦慎我都不要。生命很长，我不想再跟恶心的人和事纠缠。我没回家，直接打车回了妈妈的房子。拟定好离婚协议后，我就找人重新打扫了这幢房子。晚上睡前，我认真盖好被子，在黑暗中对自己说：江离，没关系，你一个人可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第3天清晨，我在空荡荡的房子睁开眼，看见了秦慎。他静静坐在床头，离我有些距离，窗帘透出些许天光，模糊了他的轮廓，眼神晦暗不明。我平静地注视着他。秦慎，告诉我你是来送离婚协议的。秦慎定定看着我，神情悲伤之极，哑声开口：阿离，我不会离婚。我默然闭眼。你能离开吗？我不想再找人重新打扫房子。耳边寂然片刻，低沉的声音响起。最初我是真的想把林锦看作其他人一样的，可我把他调离那天，他突然跪下，说他早就认出了我，向我忏悔说那天如果不是他强烈要求喝醉酒的爸爸去接他，也不会造成我父母双亡的惨剧。我原本以为他是完全无辜的，尚可以说服自己，可他却告诉我，他才是一切的根源。我突然就受不了了，愤怒地掐住了他的脖子。我一直知道自己性格中有暴力的一面，和你在一起时，我明明能很好控制，可那天突然就爆发了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林锦似乎专程就是来向我赎罪的，我每次骂他打他，甚至抽到他晕过去，他却总来，仿佛乐此不疲。直到有一次我喝醉了，毫无知觉地和他发生了关系。我和他只有一次，我用我的命发誓，只有那意外的一次。意识到自己犯下无法原谅的错误后，我想立刻赶他走，可他却告诉我，她怀孕了。阿离，我是做好了和你不要孩子的准备的，可一想到如果有个孩子，我枉死的父母或许在九泉之下能有一丝安慰，我犹豫了，我选择留下了孩子。你出车祸这段时间，我想明白了，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。我决心斩断这些年的错误，让他们出国，从此不再见他们。所以医院那天，我答应了陪孩子过最后一个生日。我对林锦没有感情，对我而言，她只是一次阴差阳错的机会下帮我生了一个孩子的女人，就像代孕，仅此而已。我后偶尔几次和她私下接触，也只是因为孩子的事情。这就是全部真相。这几年，我每一天都愧疚、痛苦，生怕你看见我这么肮脏的一面。没想到这一天终于是来了。阿离，我爱你，只爱你看在我们这些年的感情份上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原本就决定永远不再见他们，他们绝不会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。阿离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也不能没有我，对吗？秦慎一口气说完这些，语气诚挚决然，眼神痛苦悲怆。房间变得安静至极，默然许久，我单声说，我都看见了。他目光深邃幽暗，直直盯着我。你在考量我看见什么了是吗？他抿着唇，没作声。我低笑了下，缓缓开口。车祸那天，我看见他藏在你办公桌底下苟且，看见你和林锦在那幢房子里上床。秦慎，你爽吗？我很恶心，我在医院看见你的每时每刻，都觉得无比恶心，无比作呕。今天我又看见你突破自己的下限，你竟然还在骗我，甚至用你自己的命发誓。秦慎，你不怕一语成谶？所以背叛、暴力、算计、欺骗，这才是你的真面目。我慢慢的一句句说着。秦慎的脸色在我平静的话语中逐渐灰败，他露出绝望之色，腰背寸寸佝偻，直至瘫坐在地上。我继续开口，你们每次苟且后，你还要特意洗澡，你怕什么呢？怕我闻到你身上别的女人味道，还是你自己也觉得恶心？那间房子是仿造真实的私家菜馆装的吧？就为了我不定时的视频电话。房子密码选我的生日，和家里的一样，是为了和我在一起回家输密码时熟练流畅，不引起我任何怀疑，不出一丝纰漏。你果然心思缜密啊，何苦呢？秦慎，你不累吗？我把位置让出来，你们一家三口光明正大的生活在一起，不好吗？别再说爱我的话了，我一想到你刚和林锦苟且完，回到家对我说爱的样子，一想到我们曾经过往的亲热画面，就恶心，生理性恶心。我甚至连那个家都不想再踏进一步了。秦慎，滚吧，不要再让我看见你。我背过头，不再看他一眼。窗帘逐渐由暗变明，屋子恢复了原本的宁静。他走的时候悄无声息。
律师说秦慎不同意离婚。你说了会起诉吗？说了，他说可以。我皱眉。律师看了我一眼，迟疑着说，我打离婚官司很多年，感觉秦总在意的并不是公司和资产。那他在意什么？大概是不离婚吧。起诉离婚，如果财产不清晰，反而会拖更久。半夜，我掀开窗帘看着楼下，路边静静停着一辆车。深夜来，凌晨走，这1个月，天天如此。我穿上外套下楼，走到车边，透过车窗，秦慎裹着大衣在里面睡觉。我敲了敲玻璃，他倏地睁眼，眼睫颤动，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。他下车站在我面前，双手拳起又松开。阿离刚出口，声音哽住，似说不下去。过了几秒，才慢慢接着说，我不是故意要出现在你面前，我就是睡不着。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那个家里全是你的影子，我再待下去就要疯了。我只有在这里才能合一慧眼。阿离，别赶我走，我不会打扰你，那我走好了。我打断他。他愣了愣，你要去哪？我默不作声。他身子晃了一下。不，阿离，你不能走。夜色中，他喃喃低语，急切又慌张。我讽刺地看着他，这不是拜你所赐吗？你不同意协议离婚，起诉离婚意味着我还要见你一次又一次，所以我离开好了，只要分居2年就能离了吧。秦慎脸色苍白，目露绝望。阿离，你真的这么恨我？我垂眸，情绪毫无波澜。与其说恨，不如说膈应。膈应到我甚至不想跟你争财产，不想再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在你和你的情人身上。我们彼此不见，你过你的生活，当然我也会重新开始我的生活。如果我能找到新的爱人，那更好，说明我还有爱的能力，到时候也是法庭上证明我们感情彻底破裂的证据。秦慎，你不要再心存幻想了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，永远不会。我转身离去。身后的冬夜，空寂无声。我买了去法国的机票，离开这个旧地，对我而言是彻底和过去剥离的过程。我谁也没告诉，花了2天时间默默收拾行李，第3天一早打车去机场。车上，我疲乏地睡着了。在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子里，屋内布置温馨雅致，窗外竹林梅园，远处山脉起伏。这是一栋孤零零的山中别墅。年轻护士走进来，笑着说：“秦夫人，该吃药了。”我的心沉了下去。秦慎呢？秦先生一会就到，山上大雪，路不好走，但他说7点肯定能到。我的手机和行李呢？护士笑了笑：“您吃药吧，其他的我也不清楚。”我静静问：“我有什么病？”“您前阵子出了车祸，大脑受了刺激，医生诊断有妄想综合症，需要定期服药，所以我现在无法离开了。”“是的，别墅没车，只有外面的人能进来，我们都出不去。况且您目前的身体状况也不是一出门。”我把药往窗外扔了出去，转头对他说：“既然我有妄想症，那我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，对吗？”护士脸上露出了惊惶之色，急急走了。晚上7点，秦慎来了。他穿着大衣，戴着皮手套，头上肩上有一层薄薄的霜，裹着来自山中的寒气。他边脱手套边笑着开口：“阿离，今天雪大，车在半山腰抛锚了，我走了7、8里地来的，紧赶慢赶，还好7点到家。”我冷冷看着他：“家？你的家不是临近那个房子？那里才有你的情人，你的儿子。”他转头弯了弯眉眼冲我笑：“阿离，你又耍小脾气了。”我拿起旁边的台灯朝他扔过去，台灯砸在他额头上，留下一道血痕，正是他当年烧伤的疤痕处。他面不改色，弯腰将台灯捡起，温柔开口：“阿离，你不喜欢这个款式吗？怪我，明天我去买你喜欢的那家设计，好不好？”我骤然崩溃，大喊：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我离开不就好了吗？你出轨，我只是想离婚，我甚至没有报复你，没有报复林锦，这都不行吗？”秦慎露出心疼的表情，柔声说：“阿离，我们是夫妻呀，怎么能分开呢？以后别喊那么大声，现在天气干燥，对嗓子不好。”我愕然地看着他，只觉陌生之极。这是秦慎吗？这是那个我结婚5年的丈夫。我心中茫然又惊恐。来到这栋山中别墅第5天后，我放弃了跑出去的念头。别墅地处一处偏僻山洼，信号屏蔽，只有1个护士和1个保姆照顾起居。大雪封山，无法步行，唯一的对外交通工具是秦慎的车。他每天8点去上班，晚上7点回来，和曾经的作息习惯一样。除了出不去，他并不强迫我任何事，甚至比以前更温柔，更有耐心。大部分的时候，我默然抱着腿蜷在沙发上，他饶有兴趣地跟我讲各种话题，公司的事、社会新闻，他最喜欢的历史。我后来知道，他每天从这里去公司，开车2个小时，来回4个小时在路上，即使暴雪天气，也没晚过1天。我难以理解，不累吗？他眸光温润透亮，看见你就不累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出轨呢？他笑了笑，并不遮掩。来到这座房子后，他似乎决意对我完全坦诚。我年少经历父母惨死，后遭遇亲戚抢夺家产，入商场后时深陷尔虞我诈，我需要发泄极致压力。
而这些手段和方式，我不想用在你身上的。我只觉讽刺之极，所以你出轨林锦。秦慎静静看我，轻叹了声。对我而言，性和爱是不同的。对于林锦，我无论怎么对他，没有丝毫心理压力。阿离，我的心从没有离开过你。他起身，从房里小心翼翼拿出一副黑色手套，神情温柔地看我。阿离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送我的手套，这些年我一直视若珍宝。从那天起，我的心就只有你。我变得闷闷不乐，整日话少。秦慎问我怎样才能开心点，我看了他一眼，兴致缺缺地说：“我想乐乐了，你能让我出去？”他笑了：“你身体还没痊愈，何必出去那么麻烦？叫他来玩不是更好？”我抑制住砰砰心跳，可以吗？秦慎轻抚我的头，只要阿离想，没什么不可以。转天，他真的载着乐乐上山。乐乐高兴地冲过来抱我：“江离，我说你这些日子怎么失踪了？原来躲在这么个好地方疗养啊！”我抱住他，又激动又震惊。餐桌上，我正在寻找机会将写好的纸条交给乐乐。秦慎忽然开口，漫不经心地问乐乐：“父亲对项目还满意吗？”乐乐大声说：“太满意了，满意到他整个家族都跟着将身家投了进去，甚至还加大了数倍杠杆。秦总，你可不能半路撤资哦，不然我们全家破产，全家完蛋！”哈哈，乐乐笑得没心没肺。秦慎笑：“当然，你和阿离是朋友，我怎么会让他的朋友吃亏呢？”我凝住。秦慎温柔地转头看我：“阿离，朋友来看你，你是不是心情好些了？”我僵硬地点头。过了2天，秦慎又带着张晓来了。张晓见到我就红了眼：“江离，我去看你时，你还躺在医院昏迷不醒，现在恢复得这么好，总算是熬过来了。”张晓父亲是赌徒，弟弟打架入狱，又有个自闭症儿子，一家全靠他这些年的打拼。我更不敢轻举妄动。大雪初霁的梅园里，我和张晓坐在石凳上聊天，笑声连连。秦慎一手插兜，一手端着杯咖啡，站在2楼阳台上，神情愉悦地望着我们。我唏嘘，当年寝室夜谈时，我们还一个个大言不惭地说要走遍全世界，结果全被现实打了脸。张晓乐呵呵，可不是，你如果这次去成法国了，说不定还真能跨出第一步。他边说边挥手，笑着和秦慎打招呼。我忽然安静了下来。张晓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法国？张晓一僵。我慢慢开口，我去法国的事谁也没说，唯一可能透露行程的只有购票平台，而这个平台账号，作为财务总监的你，搜集过股东信息。所以你从头到尾都是知情的。我说到后面，声音发颤。张晓，你甚至参与了绑架我。江离，我知道秦总一定不会伤害你，所以我家的情况，我咬着牙一字一句。林锦的事呢？你也早就知道。张晓脸色惨白。我低低笑了起来。我多傻呀！财务总监这么核心的位置，秦慎那么谨慎的人，自然只会给他完全信任的人。张晓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张晓痛苦地闭上眼。江离，对不起，我儿子训练课花费太大，我实在太需要这份工作了。我默然片刻，看着被雪覆盖的山谷。你知道的，我只要跟秦慎提一句，他立刻就会解雇你。你不但工作保不住，我还会告你私自透露股东信息。这个城市没有哪家公司会再要你。张晓的身体开始打颤。我冷冷地继续开口：明天中午12点，你开车过来接我。张晓，这是你唯一一次补过机会。秦慎走过来，带着审视的目光问：你们聊什么？这么沉重的样子。我轻叹，搂着脸色发白的张晓。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太不容易了。转天12点，天空飘起了小雪，我站在阳台上凝望小路的方向。终于，一辆白色小车徐徐出现。我利落转身，穿好衣服下楼。1楼客厅，保姆愣愣地问我去哪。我脚步不停，直直往外走。张晓载着我行驶在路上时，我才缓缓松了口气。秦总似乎有怀疑，他今天上午特意问了我们昨天在聊什么。他一向谨慎，我担心他发现我出了公司会跟来。我看着愈下愈大的雪，沉声说要趁路结冰之前出山。可开了没多久，道路还是结了冰。行驶在一个拐弯处时，车子打滑，撞在山崖上，熄了火。我和张晓正着急地排除问题，秦慎的车急速开了来。他猛地刹车停下，开门下车，脸色阴沉地大步朝我走来。我一步步后退，站在了路边山坡上。秦慎的脸闪过惊惶，在离我3米之处停住。阿离，快回来，你会掉下去的。我静静看着他，没动。他双眸猩红，咬着牙：阿离，过来。我回头看了眼身后，一字一顿：秦慎，你真的那么爱我吗？说完决然转身往下一跃。几乎同时，一个身影朝我飞扑了过来，紧紧抱住了我。我们坠落在坡下，秦慎用身体接住了我，他的右腿撞在一块岩石上，动弹不得。我沉默地从他身上爬起来，垂眼看着他。阿离，他向我伸手，声音颤抖：跟我回家。坡上，张晓在惊慌地大喊。我抬头看时，一辆大吉普堪堪停住，林锦下车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情景。我闭了闭眼，转身朝坡上爬去。阿离，身后传来秦慎撕裂的喊声。
我和张晓冲上秦慎的车时，林锦正在着急地拨打110。我开着车一路奔驰下山，安静的车里，张晓沉默许久，忍不住问江离：“你知道他一定会救你是吗？”我紧抿着唇，泪流满面。我回了爸爸家，他在我8岁时和继母再婚，生了一个弟弟。这么多年，我不想打扰他的新生活，很少找他。可我此刻无比需要亲人的安慰。爸爸、继母和弟弟看见我，都震惊之极，一个个忙不迭倒水切水果。我在满是书香和茶香中沉沉睡了过去。我睡了一个很长很安心的觉。醒来时已是晚上，客厅里3个人都在安安静静看书。爸爸和继母是大学老师，弟弟是个超级学霸。继母看见我，立刻起身去厨房蒸锅里端了一盘饺子，生疏地叫我名字，说不够再下。随后他拉着弟弟进了屋，把客厅留给了我和爸爸。爸爸目光深邃地看着我：“阿离，你受委屈了，是吗？”我骤然间哭出声来。这段时间，从最初蛛丝马迹中发现林锦，发现秦慎的儿子，到后来遭遇车祸昏迷，再到被关在山中别墅2个月，颠覆我以往生命的事，一桩接着一桩。我根本来不及委屈，就已然经历一场疾风暴雨，痛苦地蜕变成了另一个自己。我很委屈，可我心中又好难过，好难过。秦慎舍命救我，我却把他扔在了山谷中。爸爸安静地听我说完这一切，中间没有插一句话。沉默许久，等我情绪逐渐平复，才和声开口：“秦慎能力太大，又舍不下你，以后还会给你带来麻烦，那就离婚，抢回公司。”我怔怔看着爸爸，他冲我笑了笑：“不用担心，离婚虽然麻烦，也没那么麻烦。那抢回公司呢？”我抽泣着问。爸爸微微眯眼：“我当初教你妈妈入商场的第一课，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”他信任秦慎，又不得不防着秦慎。很多年前，他就同时投资了另一家对手公司，现在规模不可小觑。阿离，别担心，你还有爸爸。我离开时忍不住问：“爸爸，你为什么和妈妈离婚啊？”他温和地对我说：“我和你妈妈是完全不同的个体，在一起只会相互消耗。阿离，结婚是为了活出更好的自己，离婚也是。你这段时间做得很好，爸爸为你骄傲。”我再次见到秦慎是3个月后，离婚签字现场。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。转卖股权，张晓跳槽到对手公司，秦慎爆出重婚，林锦被网暴，秦慎公司易主离婚大战，一切都是爸爸安排主导。而我安安静静跟着一个大师在学画，度过了风平浪静的3个月。当爸爸告诉我一切尘埃落地时，我惊讶极了，对身为学者的他如此能力惊叹至极。爸爸沉吟，表情些许复杂。不，这个过程我做了一半，秦慎让了一半，有些事甚至是他主动入局。民政局签字那天，秦慎是拄着拐杖来的。我这段时间养得唇红齿白，气色很好，相形之下，他却显得憔悴又瘦削。我盯着他瘸了的腿，微微发怔。整个签字过程，他配合之极，让干什么干什么，只是目光专注地落在我身上。离别时，我问他：“你怎么又啃了？”他语气平静：“我想见你。”什么？我没明白。他淡笑了一下，我忍不住了。离婚也好，被拿走公司也好，我就是想再见到你。阿离，我们从没有分开这么久，再不见你，我会死掉的。他想到什么，又有些高兴。1个月后，我们又可以再见了。阿离，到时候我的脚应该就好了，你不会再看见我这么狼狈的样子。我离开民政局时，感觉身后始终有双灼热的眼睛一直目送着我。拐到停车场准备上车时，林锦忽然出现。我一时惊讶于他相貌的改变。以前他虽不夺目，但看上去柔肤若体，惹人怜惜。而现在他双目外凸，颧骨高耸，多了几分刻薄刁蛮相。他盯着我：“江离，你真是我的克星。”我歪头睨他：“林锦，你现在的下场不都是你应得的吗？你是小三啊！放屁！我比你更早认识他，更早爱他。我不是小三，你才是。”林锦恨恨出声，面容扭曲。我17岁那年，在他父母葬礼第一次看见他时，就爱上了他。我费尽千辛万苦，处心积虑，终于让他也爱上了我，却始终被你横亘在中间。你害我只能偷偷摸摸爱秦慎，害我儿子从小没被爸爸抱过一次，就因为秦慎害怕沾了奶味被你发现，你害他断了腿，害他辛辛苦苦的公司没了，那套房子收了回去，我们的家也没了。现在网上都在骂我和我可怜的儿子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我轻叹一声。所以你安安心心当你的底下情人多好，为什么要设计让他刮胡子的戏码呢？林锦紧紧咬着唇，睁大眼睛瞪我。我讽笑开口：“秦慎是个有洁癖的人，根本不可能允许剃胡刀里有残余，所以那个剃胡刀是你伪造的吧？”秦慎宝贝似的拿出我当初送给他的手套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他纵然背叛了我，却绝不会允许把我亲手织的围巾绑在马桶盖上。所以那天你其实发现了我跟在后面吧？短短时间内，你伪造了胡渣假象，把那条红围巾绑在马桶盖上，在枕头上放了情趣内衣。回来后，想必看见我的车没走，更是故意当着我的面和秦慎苟且，真是恬不知耻啊！我冷眼看他，所以一切都是你贪婪引起，
如果不是你引导我从他晚上刮胡子这么一件小事开始怀疑，你原本还可以和秦胜过着地下一家3口的日子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林锦，你能怪谁呢？一个身影忽然飞似的冲过来，掐住了林锦的脖子。秦胜目眦欲裂，嘶声怒吼：原来是你，原来都是因为你个阴险狡诈的女人，你害我父母惨死，又害我失去江离，你是灾星，是克星，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江离面前，我要杀了你！林锦被掐得双眼翻白，身子徐徐瘫软了下去。路旁2个保安冲过来，极力拉拽，终于将林锦从他手中救出。秦胜状似癫狂，仍在嘶吼：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林锦猛咳几声，缓缓直起腰来。他红着眼看着秦胜，悲泣大喊：秦胜，我们才是一家人啊！这个女人把你害得这么惨，把我和儿子害得这么惨，你要杀的应该是她呀！他转头灼灼瞪着我：贱女人，你必须死！你死了，所有的一切才是秦胜的，才是我儿子的。他眼中倏地闪过一道厉色，忽然疾步朝我冲来。阿离！秦胜冲过来，挡在了我身前，一把刀直直插入他心脏，鲜红的血咕咕冒出。他愣愣眨了下眼，回头跟我说：阿离，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随后扑通一声倒了下去。林锦呆呆看着自己的手，发出刺耳尖声。周遭人影冲冲，我向尊石像，您在当场。秦胜因失血过多而死，林锦因故意杀入罪，被判无期。半年后，我和乐乐站在一家孤儿院门口，看着里面温馨的认养仪式。程程被一对眉目和善的夫妻认领，他小小身躯抬头看男人，小心翼翼问：爸爸，我可以抱你吗？男人爽朗一笑，将他整个抱起。以后爸爸天天抱你。程程小脸红扑扑，咯咯笑出声。3岁孩子毕竟小，很快就接纳了新的父母，是惨剧，也是幸事。我和乐乐不约而同长叹了口气。回去的路上，乐乐拧眉，忽然说：江离，他以后找你复仇怎么办？我失笑：你电视剧看多了。乐乐穷追不舍：如果呢？我说如果。我直视前方，笑了笑：那就来吧。如果他长大是非不分，善恶不辨，我不吝以强硬手腕对待他。我不拒绝生命的劫难，所以我有了抗拒任何劫难的准备。如果他有幸能成长为一个明辨是非、志向高远的青年，那我也会待他如其他人般，真心诚意地为他喜悦。是好是坏，全由他自行选择。乐乐歪头看我：江离，我很高兴你经历这么多事，你还是原来的你。我笑着，晴空万里下念出了那句经典对白：你那么憎恨那些人，最终却变得和他们一样。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，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为代价。